今天带大家看一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恐惧的灵魂》。话说大壮看见墙壁上有水流出来，他就循着水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下一秒，在浴盆帘子后面出现一只硕大的手掌，大壮当然也感觉到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于是就慢慢转头一看，没错，他看见了一只大手在帘子后面挪来挪去的。大壮就立马弹跳起来，摆好架势准备大干一架，但是浴盆后面反而安静下来。大壮就鼓起勇气走了过去，掀开帘子一看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啊，这难道不是见鬼了吗？看完这个片段，我就被那种略带悬疑色彩的恐怖气氛吸引了。那么大壮究竟是在干什么？到底房间里有没有恶魔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原来在十几分钟之前，大壮从床上醒来，发现自己胳膊上都是血，虽然很是惊讶，但是庆幸自己并没有受伤，于是赶紧去洗手间把血洗掉。洗完后才发现镜子上有张留言便条，意思是别在这里待太久。看得大壮是莫名其妙，也没多想就走开了。突然他听见卧室的外面似乎有动静，于是走到了1楼，他发现屋子的大门也贴了一张留言条，于是走过去看了看，猫眼，可是外面也没有啥动静。顺带看了一下留言条上的文字，意思是不要出去。这下轮到大壮懵逼了，于是拿起屋里的电话，发现根本打不通。接着他就走到厨房，发现通往地下室的门上也贴着留言条，意思是别下楼去。大壮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，他发现客厅的装饰墙上放着一个挂着密码锁的小铁柜，刚想要触碰，突然一个声响起，吓得大壮睁大眼睛仔细听了听，原来声音是从楼上发出来的。大壮就循着声音来到儿童卧室，一台老式录音机正在播放音乐，他按下关闭键，接着发现后面的柜门自动打开，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啊。大壮就郁闷地坐在床边发着呆，他看着那个洋娃娃，想起了那是他女儿的心爱的玩具。接着他看见隔壁一间房里面有块镜子，而在上面贴着一张留言条，于是就走了进去。在镜子前面的地毯上，他感觉到有一块碎玻璃，这个就比较危险，于是就把它捡了下来。留言条上的意思是这是谁？我觉得这是在告诉大壮，镜子里的他不是大壮本人，当然大壮不一定理解到这个意思。随后大壮就找出笔和便签条，随便写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文字。结果大壮发现所有的留言条的文字都是一个笔记，这意味着所有的留言条都是自己写的，只是大壮现在完全不记得，他就十分的不解，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印象。客厅茶几上摆放了国际象棋，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第一步，另外还有一台老式的电影播放机。现在大壮对这里的每间房都很好奇，他在一个空房间里看见一个密封箱子摆在中间，于是走近一看，他根本无法打开，必须要有电钻才能把4个角的螺丝扭开。他觉得这里实在太无聊了，就想出去算了。可是走到大门口，看到那张提示他不要出门的便条时，他犹豫了。他觉得既然是自己写的，肯定就是有原因的，于是折返回卧室。他在抽屉里看见一本圣经，他完全没有兴趣，然后又走到洗手间，看着那张便条，也是无语了。他就想待的时间长一点，看看会出现什么状况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渐渐他发现地面上有水，抬头一看，墙壁上有水流出来，他就循着水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下一秒，在浴盆帘子的后面出现一只硕大的手掌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大壮鼓起勇气走了过去，掀开帘子一看，哎呀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大壮觉得这个房子有些恐怖，必须离开这里才行。至于大门上的留言便条，他不想再理会了，于是就推开大门走了出去。他发现自己进入到一个几乎黑暗的空间，完全靠着摸索着打开一个房门，推开进去一看，哇塞，大壮完全惊呆了。他还是回到了这间别墅，他根本走不出去。我看到这里心里就有几个猜想，第一个猜想就是大壮一直在做噩梦，或者第二个猜想就是大壮已经是植物人，正在为医生营救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是怎么猜想的呢？大壮这才看见在墙上的一幅画上有自己血掌印，他觉得这间别墅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就把那幅画不自觉的反转，后面竟然是一面镜子，上面留言条的意思是别让他看见你。大壮顿时不知所措了，到处转圈圈。他来到2楼的儿童卧室，坐在床边，他在床头柜里找到了女儿的手链，而且留言条被撕掉了一半。大壮接着走到楼下厨房，在柜子里找到一个手电筒，于是走进了地下室，查看一番。他在地上捡到一张留言条，意思是要抗争。突然留言条被抽走，
大壮一直没有看见尸体，所以他也是慌得很，赶紧跑回1楼，拿着一把刀，打算防身之用。这时他走到了客厅，他看见在桌子上摆放着刀叉组合的文字，意思是我在这儿。大壮顿时目瞪口呆，他知道房间里应该有个超自然的东西存在，但是他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大壮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大壮拿起电话一听，里面只有噪音，似乎那个超自然的东西在宣示他的存在。大壮还是回到女儿的房间，他觉得那里能让他的内心感到平静。他在衣柜里找到一个玩偶，在上面有个提示的留言条，随后他找到一个大纸箱，里面有电钻的主机，一幅男女合影照片，可惜头像被涂抹了，最后是一盒电影胶卷。大壮想起1楼有个放映机，于是赶紧把胶片放上去，打开一看，这是大壮一家3口在烧烤的温馨画面。突然大壮发脾气，把妻子小乔打伤了，他不敢再看下去，就关闭了放映机，一个人默默地想着电影的画面，可是他照旧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他看见地上有2个拼图玩具盒，上面的留言是如果要玩这个拼图就要把门锁好，反正也闲着无聊，就在那里玩着拼图。还剩下几个小纸片的时候，门锁顿时被摇动了。大壮生怕那个东西进来，于是就起身使劲盯着门锁。房门最终还是被推开了，可是门外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了。大壮也是欲哭无泪了。接着大壮听见1楼的洗手间有动静，于是就走过去，拉开浴盆帘子，看见浴盆里面装满了水。这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大壮想不明白，但是他在浴盆的底部看见了一个钻头，他意识到有转机了，就把电钻头装上，然后就去把那个密封箱打开。他在里面看见女儿送给他的生日卡，接着又拿出一个更大的手电筒，最后是一个小布袋，里面装着几个塑料小玩意，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然后大壮拿着这3样东西就想离开这间房，可是房门不知道为何被锁住了，与此同时不明液体流了进来，这可把大壮吓坏了。他拼尽了全力，可是照旧无法打开。就在他急得要死的时候，发现手电筒里似乎有个东西在窑里晃荡着，大壮就扭开手电筒的后盖一看，原来里面藏了一把钥匙。大壮于是就拿起来对着这个门锁试了一下，果真打开这扇门。他就在门外喘着粗气，让自己平复下来。随后大壮就拿着手电筒来到2楼那间有镜子的小卧室，他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已经跟自己完全不一样。转瞬间镜子破裂，在地板上出现圣经里的文字和一组数字。大壮当然不明白那是做什么的，于是就回到卧室，把圣经拿出来翻看。圣经里也夹着一张留言条，意思是他就在地下室。大壮正在琢磨的时候，有个披着床单的人形物体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吓得大壮跑出卧室，把门反锁上。他走到了1楼，在镜子里看见了妻子和女儿。大壮不再惊讶，今晚遇见的怪事太多，他静静地看着，然后妻子和女儿都消失了。大壮想起那个电影胶片，实际上还没有看完，于是硬着头皮想把它看完。可实际上他把妻子小乔打倒以后，拍摄也就结束了。于是他想起了圣经里夹着那张留言条，决定再次到地下室看看，并且用笔在右手胳膊上写了一行字，意思是为了他们。这里的他们就指的是妻子和女儿。他来到地下室，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些水，不远处的移动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人形物体，而且盖着白布。突然那个人形物体站立起来，在浴盆上还有半页圣经。大壮记起来那本圣经里也缺了半页，于是拿在手上。那个人形物体立即紧紧地靠近大壮，吓得大壮跑出了地下室。他把那半页仔细看了下，渐渐大壮意识到什么，他想起了那组数字，于是就去用来解锁，没想到还真打开，里面是一把钥匙和半页留言条。大壮赶紧回到2楼的儿童卧室，没错，床头柜上的就有半页留言条。他把2张拼接在一起，意思是找到钥匙便能知道真相。大壮用钥匙打开了床头柜，里面是个小礼盒，里面还有一张留言条，意思是这是你的家，它不属于这里，上帝没有让你惧怕。大壮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，这是女儿的字迹。大壮勇敢地走向1楼，没错，在那里还躺着一个人形物体。大壮走过去想把床单掀开，这时出现一只恶魔的手抓住他的右手骨头，
弄了半天在床单里面藏着一个恶魔。大壮勇敢地站起来，对恶魔大声宣誓，这是他的家，让他快滚。哇塞，大壮醒来了，他不是在做梦，他的身边站着一位拿着十字架的牧师，原来他一直是在给大壮驱魔。原来大壮被恶魔附身后，就在烧烤的时候伤害了妻子小乔，之后就发生了这件驱魔的事件。恶魔终于离开了大壮的身体，小乔选择原谅了大壮的行为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不错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这个在小成本的恐怖片里算是不错的，不过看到最后还真不明白大壮在干什么，就是觉得他一直是在独角戏式的恐怖解谜。小伙伴猜到了结局吗？反正我是没有猜到，我还以为是植物人的救治过程，原来是个第一人称的驱魔的故事。故事设定不错啊，不过结尾水龙头在滴水，似乎还有深意，难道还要拍续集吗？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